宇宙听得懂你沉默里的愿望。这句话真正穿透我，并不是在我大声祈求、努力显化、认真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，反而是在我安静的连自己都快听不见的那段时期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原来宇宙并不是靠音量接收愿望，它靠的是频率，靠的是你在沉默里依然牵着不放的那一丝微光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愿望需要被反复说出口，需要写下来，需要坚定，需要喊得足够大声，宇宙才会听见。所以我急，我怕，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在前进，我逼着自己不停祈愿，不停想象结果，不停催促生命给我答案。但那段日子里，愿望没有因此更快靠近，反而在我越努力去抓的时候，越像一阵风的散开。我越焦急，越觉得世界离我最远，越用力，越觉得愿望像藏在另一个时间线，怎么追都追不上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累了，累到不想再说任何愿望，累到连祈求都没有力气。我只是静静坐着，深深的呼吸，连自己都惊讶，原来心里还有这么多安静的地方。就在那样的沉默里，我突然感觉到，愿望没有消失，它好好的躺在我胸口最柔软的地方，不用我喊，不用我写，不用我证明我有多渴望，它本来就在那里。而宇宙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回应我，不是用巨大的事件，也不是立刻实现梦想，而是以一些很细微的方式靠近。一个突然的灵感，一个不经意的讯息，一个刚刚好的巧合，一个我从未想过的机会。仿佛世界开始移动，仿佛命运开始重新排列，仿佛宇宙终于说，我一直都听见。那时我才懂，原来愿望不需要被大声喊出，它只需要被真实感受，需要被承认，需要在你心里被你自己点亮。沉默不是愿望的消失，沉默是愿望的静止，是能量正在聚集，是宇宙正在替你处理那些你看不见的路径。愿望之所以还没有实现，不是宇宙没听到，而是你正在准备，正在成为能接住它的人。很多时候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的话，而是你的状态。你越能安住，宇宙越能靠近；你越能沉稳，宇宙越能安排；你越能信任，宇宙越能替你打开那些你不知道的门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愿望最强的力量，不是来自喊的有多大声，而是来自你愿意为它保持住那份温柔的信念。哪怕你不说，哪怕你累了，哪怕你沉默，哪怕你暂时忘记了出口在哪里，宇宙都记得，宇宙都听见，宇宙都在替你保留位置。因为真正的愿望不会因为你安静就被遗忘，它会在你心里持续发光，带着一种你自己都说不出的语言，传向宇宙。你不需要挣扎，不需要喊破喉咙，不需要天天怀疑，你只需要相信，只要那份愿望是真的，宇宙一定听得懂你沉默里的愿望，
宇宙都在努力回应。你的愿望不需要呐喊，宇宙会记得。这句话真正安抚了我，是在我一次次把愿望喊到快没有力气，却依然看不见任何回应的那段时期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原来宇宙并不是靠音量，也不是靠焦虑，更不是靠你把愿望说了多少遍，才决定要不要理你。宇宙回应的是能量，是你心里真正相信什么，而不是你嘴里说了多少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愿望一定要被大声说出来，一定要天天提醒，天天祈求，一定要用力的宣告，宇宙才会注意到我。于是我不停告诉自己，要想象，要坚信，要努力，要显化，像是只要我停下来，愿望就会被世界遗忘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内心疲惫，越觉得世界很远，越觉得愿望像被我自己推得更远。因为我不是在祈愿，我是在害怕，害怕没有结果，害怕来不及，害怕被忽略，害怕努力白费。那不是愿望，那是焦虑在替愿望喊叫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我选择不再喊，也不再逼自己保持某种状态，我只是安静地坐着，让心的声音慢慢沉回来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真正的愿望其实非常安静，它不像我那样慌张，不像我那样急着被听见，它只是静静的待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，像一盏小小的灯，不刺眼，却稳稳亮着。它从来没有离开，只是我太吵，盖过了它的声音。而在那段沉默里，我反而开始感觉到一些很细微的流动，事情突然有了解法，某个机会在不经意的场合出现，有人主动给我协助，本来停住的计划又动了起来，仿佛整个宇宙开始无声地为我调整位置。不是因为我喊了，而是因为我安静了。那时我才懂，愿望之所以需要沉默，是因为宇宙需要空间，才能帮你运作那些你看不见的路径。愿望不需要呐喊，因为宇宙记得比你想象的还清楚，比你祈求的还前面，比你焦虑的还深远。你以为你忘了的，宇宙没有忘；你以为你没抓住的，宇宙一直守着；你以为没有回应的，宇宙正在进行。愿望不需要大声，需要的是方向一致，需要的是你愿意相信，需要的是你不再让恐惧盖过你真正的渴望。当你心里安稳，愿望会自己亮。当你停止呐喊，宇宙才听得见。因为愿望本来就不是透过音量传递，而是透过能量被记住。你不用害怕，不用急，不用怕宇宙会忽略你。无论你现在多沉默，多疲倦，多怀疑，多安静，宇宙都在静静的把你推向你心里渴望的方向。你的愿望从来没有消失，宇宙一直记得。你越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呼唤什么，能量就越不迷路。这句话真正落入我心里，不是在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，而是在某一天我突然发现，
原来我之所以走得这么累，这么乱，这么不确定，并不是因为命运太复杂，而是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真正说清楚我想走向什么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总是在模糊里前进。我以为我在追梦，但其实我只是在逃避不喜欢的生活。我以为我在做选择，但其实我只是在避免做错选择。我以为我在呼唤某种理想，但其实我连那个理想的轮廓都不敢看清。那时候的我，就像在一片雾里急着奔跑的旅人，每一步都是焦虑，每一个方向都是猜测。我靠着别人的期待走，靠着社会的标准走，靠着习惯的安全感走，但没有一次是靠着自己的心走。所以我常常半路绕回原点，常常以为机会错过，常常觉得能量散掉，常常觉得人生像在踩水，动得很累，却没有前进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，问了自己一个我从来不敢问的问题：你到底在呼唤什么？不是要你想该追求什么，不是要你想才不会失败，不是要你想别人会怎么看，是你内在真正渴望靠近的东西。刚开始，我什么都说不出口，因为我的真心被我压得太久、太深、太小声，甚至连愿望的形状都被框架遮住。但我没有逼自己，我只是慢慢的让心里那些很久没有被我看见的声音浮上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在静下来的夜里，反复问自己：如果没有任何限制，你会往哪里走？如果不用取悦任何人，你想成为谁？如果不再害怕失败，你会伸手去拿什么？就在那些简单的问题里，我突然觉得心底有一盏灯亮起来，不是很强烈，但足以让我看见，原来我一直想呼唤的方向，其实比我想象的更清晰，只是被恐惧盖住，被习惯糊掉，被怀疑消音。当我的愿望变得清晰，我的能量也跟着清晰。我不再急着说服世界，也不再急着奔跑，我开始能在当下慢慢地往那条真正属于我的路走。而在这个过程里，有一件我从未想过的事开始发生。当我的愿望清晰，宇宙的回应也变得清晰。一些我以为只是偶然的巧合，变成了讯号；一些我以为只是碰巧出现的人，其实是路标；一些我以为只是灵光一现的想法，竟然成了下一步的推动力。我发现，当我清楚自己在呼唤什么，能量真的不会迷路，它会自动往那个方向聚集，会自动帮你排除不适合的东西，会自动把你推离错误的道路，会自动吸引对的人、对的机会、对的灵感靠近你。清晰就是力量，也是磁场。我也开始懂，原来愿望没有靠近，不是宇宙没给，而是我自己没有指引能量该往哪里流动。当我模糊，能量也模糊；当我犹豫，世界也犹豫；当我不确定，
命运也不知道该怎么靠近。但当我越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呼唤什么，哪怕只有1/10的确定，宇宙就会替我补上剩下的90%。它会在你不经意的地方，让某扇门打开，让某句话触动你，让某条路变得明朗，让你感觉好像有什么正在带着我。那就是能量不再迷路，那就是你的愿望被宇宙听见。后来我越来越明白，清晰不是完美的计划，不是写满日程的蓝图，清晰是一种内在的回应，是一种你终于承认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坦白。当你愿意坦白，宇宙就愿意帮忙。当你愿意听见自己，能量就会开始汇聚。当你愿意踏出一步，命运就会替你敞开下一步。你越清晰，世界越靠近；你越肯定，道路越明亮；你越诚实，愿望越真实。当你知道自己在呼唤什么，整个宇宙都会开始朝那个方向温柔推你一把。当我感觉自己已经拥有，一切便开始靠拢。这句话真正被我体悟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被匮乏这2个字捆绑的动弹不得的日子里，终于意识到，原来吸引力法则里最强大的力量，不是祈求，不是等待，不是努力显化，而是成为那个已经拥有它的人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活在我还没有里，我没有足够的能力，没有足够的条件，没有足够的自信，没有足够的机会，没有足够的爱，没有足够的运气。于是我每天都停在原地，一边渴望，一边焦虑，一边期待，一边怀疑。我像是在门外等着被选进更好的世界，却一直没有被叫到名字。那时候的我不懂，其实不是世界不靠近我，而是我一直站在欠缺的位置，所以宇宙只会不断回应我，你正在欠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到不想再追着愿望跑，累到不想再担心什么时候会实现。我坐下来，把注意力从外面的世界收回自己身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拥有我想要的一切，我现在的感觉会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像是一把钥匙，悄悄打开了我内在的某扇门。我想象那种感觉，不是强迫自己正向，不是逼自己相信，而是让心自己浮现出一种原来是这样的安定。我开始感觉，如果我已经拥有，我会呼吸得更轻，会走路更慢，会不急不慌，会更有底气，会做选择的时候更稳，会看事情的眼光更柔软，会在每一个当下都感觉自己是被支持的。那种感觉不是兴奋，也不是狂喜，更不是幻想，它是一种深深的静，深深的安全，深深的我本来就值得。当我开始带着这样的感觉生活，一些事情慢慢变得不同。那些本来让我焦虑的事，不再让我失控。那些我以为非要抓紧的连结，突然变得轻盈。那些我觉得需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场景，
开始变得自然。那些我以为需要等待的机会，竟然开始浮现。不是因为奇迹突然降临，而是因为我的能量从匮乏变成了拥有。当我感觉自己已经拥有，我不再需要追，因为我站在愿望的频率里。那个版本的我，自然会吸引那个版本的现实。我不再说什么时候才会发生，而是开始觉得，我知道它在路上。我不再想我还差很多，而是能够感觉我已经越来越接近。我不再害怕失去，因为我知道我本来就足够。我不必依靠外界的变动来确定自己的价值，而在那份内在的富足里，我开始吸引更好的关系，更对的机会，更顺的道路，甚至一些我从未预期的美好。我才真正明白，宇宙不是在给予，宇宙是在回应。你用什么状态看自己，世界就会用什么形状靠近你。当我感觉自己已经拥有想要的一切，就不再是我伸手追的，而是它自己靠过来的，像水往低处流，向光往开放的地方走，像种子在适合的土壤里，自然会发芽。当你感觉自己已经拥有，你就是那片准备好的土壤。你不需要喊，不需要追，不需要紧抓，不需要焦急，你只需要让你的心先成为那个已经拥有的版本，世界就会开始照着那个版本重新调整。当你感觉自己已经拥有，人生便向你靠拢，愿望便向你靠拢，爱便向你靠拢，丰盛便向你靠拢。因为你再也不是在等待，你是在迎接，你是在对齐，你是在用自己的频率告诉宇宙，我准备好了。你越能对渴望保持温柔的信心，它越能顺利成行。这句话真正被我理解，并不是我在信心最强、希望最满的时候，反而是在我几乎快对愿望失去耐心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实现的那一段日子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原来愿望并不是被逼出来的，它是被温柔地相信出来的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自己的渴望既期待又害怕，既想靠近又不敢伸手。我会反复确认，反复思考，反复怀疑，甚至连一点点不顺，我都会以为是宇宙在拒绝我。那时候的我，把愿望捧得太紧，太急，太怕掉了，太怕等不到，太怕希望落空。结果我不是在孕育愿望，而是在让愿望窒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之所以焦虑，不是因为愿望太大，而是因为信心太薄。我并不是不相信愿望会来，我是不相信愿望会来到我身上。那一刻，我沉默了很久，像是忽然把心里一层一层的恐惧慢慢剥开。我第一次问自己，你有没有可能不必这么用力，就可以得到你渴望的？那句话很轻，却像滴在心上的一滴暖水，把我那些绷紧的地方一点一点融化。于是我开始练习用温柔的方式相信，而不是用焦虑的方式逼迫。
我不再每天焦急地想，怎么还没来？我改成告诉自己，也许他正在靠近。我不再在每一次的延迟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我改成理解，也许这是宇宙在帮我调整节奏。我不再把愿望当作考试，我开始把它当作一段旅程，是一段会慢慢朝我靠近的旅程。而就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温柔里，我发现事情真的开始松动，原本停滞的计划开始有了新的方向，原本没有回音的尝试开始有人回应，原本很远的机会突然出现交集，连我原本以为与我无关的选项也悄悄打开了一扇门。不是因为外在剧烈改变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给愿望一个能靠近的空气。愿望最怕的不是距离，而是你在心里把它逼到角落。渴望如果被责备，它会偷偷缩起来；渴望如果被怀疑，它会变得迟疑；渴望如果被焦急推着走，它会乱了方向。但如果渴望被温柔地相信着，它会自然长成。我逐渐懂得，愿望不是种在焦虑里的，它是种在信心里的。而信心不是大声喊的，是心里那种静静的，我相信它会来。有时候，信心越温柔，越有力量；信心越安静，越能传到宇宙；信心越柔软，越容易吸引对的结果。因为温柔的信心，不是急，不是奢望，不是依赖，也不是逃避，它是一种我准备好了，是一种接受，是一种对自己也信任的状态。当我越能对渴望保持温柔的信心，愿望就越能像被呼唤一样自然靠近，像一道风，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吹来，像一颗种子在刚刚好的季节发芽，像一束光在你没有察觉的地方亮起。最后我才明白，愿望不是用力抓来的，是用信心等来的，是用温柔迎来的，是用一致的能量吸来的。你越温柔地相信，越不慌不忙，越不急着证明，越能稳稳接收。因为愿望最想靠近的，永远是那个相信自己值得的人。当我把能量从害怕转向期待，宇宙就换了表情。这句话真正被我理解，是在我长期活在紧绷、担心、预设最坏结果的习惯里，有一天突然停下来，才看见自己其实不是在过生活，而是在防御生活。那段日子里，我每天都在想，万一不顺怎么办？万一不够怎么办？万一失败怎么办？万一被拒绝怎么办？我以为这样是未雨绸缪，但其实我是在用恐惧编写未来。害怕让我什么都看起来像风险，害怕让我把路想得太难，害怕让我还没走就先退缩，害怕让我看不到可能，害怕让我把宇宙的所有沉默都误会成否定。于是我以为世界不温柔，其实是我用害怕的眼睛看着一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深深的疲惫里，突然意识到，我不能再这样用恐惧生活了。不是因为我必须乐观，而是因为害怕。
正在消耗我的生命力，让我提不起期待，看不见方向，听不到心底的愿望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呼吸，第一次把注意力从如果很糟怎么办转向如果很好呢？那个如果像一道柔软的裂缝，让光第一次照进我的心。我试着慢慢练习，用期待取代害怕，不是盲目乐观，不是假装没问题，而是让心里那块长期被恐惧挟持的地方慢慢松开。我开始在面对一件新的事时，不再先想坏结果，而是问自己，这件事最美好的版本会是什么？我开始在每一个沉默的等待里，不再想宇宙是不是忘了我，而是问，或许宇宙正在重新安排。我开始在每一次心慌里，不再责怪自己想太多，而是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期待。而就在我一次次把能量从害怕轻轻挪向期待的过程中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世界真的开始换了表情。那些本来觉得困难的事，突然有了转圜；那些本来让我焦虑的情况，意外地变顺；那些我以为不可能的巧合，竟然一个接一个出现。甚至那些原本无解的关系，也微微的松动。不是宇宙忽然变好了，是我不再用害怕的滤镜看世界。当我带着期待走路，道路就变亮；当我带着期待做选择，方向就变清晰；当我带着期待与人互动，我的能量就变柔软；当我带着期待面对生活，生活就开始回应我。害怕的能量会把世界推远，期待的能量会让世界靠近。当我期待，宇宙就懂得靠拢；当我相信，宇宙就懂得回应；当我愿意，宇宙就懂得打开门。后来我慢慢明白，宇宙的表情其实来自我的表情。我用什么能量看它，它就用什么方式对我。如果我用害怕看世界，世界就充满危险；如果我用匮乏看世界，世界就满是缺少。但如果我用期待看世界，世界就开始长出可能。而当那份期待越来越稳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像一种本能，宇宙的回应也越来越一致，越来越温柔，越来越像是牵着我往前走。我才真正懂得，原来人生的流动不是从外而内，而是从内而外。当我把能量从害怕转向期待，宇宙真的会换表情，因为那代表我愿意用信任代替紧抓，愿意用前进代替退缩，愿意用光代替阴影。那一刻，我不再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，而是与宇宙一起同行的人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